最好的礼物。妈妈的梳妆台上永远摆着一张小1寸的黑白女人照片，女人很年轻，30几岁的样子，眼睛细长，典型的东北女人。那是妈妈的妈妈。妈妈说，她的妈妈因为不愿意交出家里的一小坛金子，被活活打死，死的时候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一尸两命。那年妈妈7岁，推算起来应该是1948年的事情。很多年以后，当我的妈妈去世后，我才意识到那个相片上的女人是我的亲奶奶，她走得那么早，那么悲惨。我的姥爷又娶了后姥姥，生了4个孩子。后姥姥对妈妈很不好，整天指桑骂槐，冬天只给一床棉被，有铺的没盖的。为了躲避后姥姥，妈妈常常跑到亲戚家里待着，17岁就离开家去当兵了。从小失去母爱的妈妈，却给了她的儿女们最深厚的母爱。年幼时，母爱像一只张开翅膀，把所有幼崽紧紧地包裹在羽翼之下的母鸡。大了，母爱是一次次送别时钟摇曳的白发。出国后，母爱是视频另一端长久的凝视，尽管那目光已经呆滞，但背后那份深切的关怀早已深印我心。如今，母爱成了大洋彼岸永远的思念。年轻时，他们逼妈妈和成分不好的爸爸划清界限，妈妈宁愿在武器干校喂猪，也不离开爸爸。一家人虽经历苦难，儿女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。中年时，妈妈站在改革大潮的前端，下海经商，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，资助了我和儿子来美国读书。没有妈妈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记得每年夏天，爸妈都离开深圳去哈尔滨避暑。11长假，我带着儿子无处可去，妈妈了解到后，坚持在11前回到深圳。晚年，爸爸在医疗事故中不幸瘫痪，妈妈每天奔波在医院与家之间，没有一天间断。我劝他不用天天跑，他说爸爸一个人在医院太可怜。妈妈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个家，献给了他所爱的人，却唯独忘记了自己。从他的身上，我看到了什么叫刚毅、不离不弃和生死相随。他的一生像一棵小草，没有光环，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挤压，顽强地生存着。无私是妈妈此生最宝贵的品格。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，妈妈的强势有时候也让我们吃不消，经常劈头盖脸地给我们一顿教训。自从接受福音以后，她有了很大转变。是什么样的信仰，让她从一个非常强势的女人，转变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？而这份好奇让我走进了基督信仰。妈妈的梦想是做一个美国老太太。每当我站在科罗拉多岛上，遥望海天一色的美丽景象时，多么希望父母也能享受这美丽的景色，特别羡慕别人家的父母能来美国团聚，可惜子欲孝而亲不待。爸爸是在妈妈之前5年走的，我刚回去过没多久。我写了一份悼词让弟弟在追思会上代为朗读。妈妈很羡慕，她问我以后他走了，我会不会给他也写一篇。妈妈是2022年12月去世的，当时 COVID-19 正肆虐，机票难求，加上我刚换工作，没能回去送他最后一程。国内因疫情封城，连追思会都没开，他走得冷冷清清。我的悼词也因此只写了一半，心里一直觉得欠着妈妈什么。那段日子仿佛有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我的心里，使我监狱呼吸视听。白天忙碌的工作把我填满，夜晚悲伤如潮水，一次又一次把我淹没。我站在大海边，遥望着无际的天边，任凭海浪冲刷着我心中的哀伤，希望山野的风能捎去我无尽的思念。今年母亲节前一天的晚上，我又一次梦见了妈妈，她烫着满头的卷发，穿着她最喜欢的天蓝色的衣服，兴冲冲地跑来找我。我高兴地抱着她，问她怎么来了，正准备帮她安顿一下，梦就醒了。我懊悔极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和妈妈好好絮叨，怎么就醒了呢？梦里的妈妈那么真实，那么年轻。接下来的2天里，我一直处于对妈妈的深切思念中，常常哽咽落泪。思念是一种钻心的疼痛，以至于在母亲节的周日礼拜中，我无法与大家分享，因为我恐怕一开口就会情绪失控而嚎啕大哭。想起妈妈以前经常对我们说，她很想念她的妈妈，儿子安慰她，你已经儿孙满堂了，就不要再难过了。直到妈妈去世，我才明白，对母亲的思念是其他任何爱都不能替代的。如今，她的思念变成了我的思念。这个母亲节，
妈妈来看我了，她完全没有计较我没回去给她送别，母亲的心永远是宽宏大量的，而我也在泪水中奋笔疾书，完成了那份只写了一半的悼词。我们互相给对方送上了最好的礼物。